這一次要挑戰的是地獄級難度，親愛的阮家老師。事先聲明，以上全是個人的探索心得，如果不正確輕噴，因為我的內心真的很脆弱。那就直接開始吧，不廢話了。這一次的挑戰就比較偏插畫風格了。探索的方向比較多是刻畫的方式、人物氣質、設計思路方面。其實這種注重人物的圖還是要用素構圖會好一些，這樣可以更加關注人物的塑造。而我這次選擇橫構圖，純粹是因為最近畫的全是橫的，然後可以看到背景其實沒有畫的很細緻，就是個氛圍罷了。所以我這張圖其實更適合素的構圖。之後有機會再做個場景片吧，再好好研究一下。那就開始第一個階段，好好的分析一下阮家老師的圖。哦耶！開始呢，我就先看一些圖，抓一下感覺。這次我就先分析一下氛圍，還有角色的氣質、神韻什麼的。我一直覺得阮家老師一些圖裡的角色會有一種人物沒有靈魂的感覺，像是一種封閉、缺少生命流動和溫度的感覺，所以會讓我有一種沒有靈魂的冰冷感。這也是他的圖吸引我的其中一個魅力點。而且我會聯想到天野喜孝老師。像我自己的觀察，阮家老師比較早期透明軟筆刷的畫風，我自己會覺得那種人物的冰冷氣質，還有一些設計異國幻想的感覺，都有相似的感覺。所以我開始在腦裡構思畫面的時候，就會兩邊的方向都一起融合。這樣也避免了思想發散比較單一，當然也沒有冒犯的意思。我就一個垃圾畫師，看過的圖少得可憐，所以就只有這一點點聯想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，這種聯想會對你的創作有很大的幫助，因為你聯想的越多，你就能提取更多的素材。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一些系列，比較異世界，而且設計都是那種一片一片的飾品，再加一些布料在頭上的元素，然後一些對比色，還有一些花紋的設計也是那種很少見。那風格的話呢，因為阮家老師早期的風格和後期的風格是有差別的。這裡就稍微說一下，早期的風格呢，就是以硬筆刷和濕筆刷的結合，有一點半透明、透氣水彩感覺的風格，就有一點像 Jelly。後期參加激戰2項目後的風格就開始有了轉變，軟筆刷和乾燥筆刷的結合，比較厚重偏油畫的感覺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阮家老師風格的感覺。老師有在微博發過這個帖子，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。老師會說的比較細緻，好像什麼筆刷類型搭配什麼筆刷類型會有怎樣的效果之類的，然後就開始出設計啦，也是一樣找靈感。但是我心裡有個方向，那就是要畫比較偏東方幻想風格的，做一點區別。然後我就在小紅書刷到一些書生氣的男生，這個時候就延伸下去，寧采臣這個關鍵詞，然後看到了一張本來色調就已經很陰了，然後這個頭髮飄起來感覺就更陰，於是就選了這張作為靈感參考。那服裝飾品什麼的，東方，我在想它還能往什麼方向靠呢？可以更邪門一點，因為要那種看着沒有靈魂的感覺，我就想到道士、僵屍，然後它的氣質整體的感覺，我想要往天野老師的方向靠。可是老師一般比較多的設計都是偏西方了，那怎麼樣呢？我就想到了藥郎，這感覺就對了，這種東方異國幻想的感覺就對了嘛，這種正中紅心的感覺，但是藥郎幻想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裝飾、面容、花紋什麼的，我在服裝上可能還是想要避開那種比較典型的2個大袖口東方的設計，所以找了一些上半身傾斜的設計，布料方面可能就有點厚重破舊的感覺，然後一些配飾的方向，其實我大的感覺是想要做到這樣的。我腦裡的畫面是一些布料和一些片狀的飾品，還有一些寶石質感類的東西，然後跟頭髮穿插在一起的那種很豐富的效果。我知道聽着會很抽象，抽象就对了，因為其實我也沒有還原我的想法，只能說想法是很美好的，但是我的能力是很骨感的。然後還有一些額外我覺得符合主題的參考，我也會先留着，後面覺得哪裡搭得上時，我就會用上。哎呀，反正說了那麼多，這就是我的設計，了不起，真的是笑死個人，講得很夠力這樣，結果設計出來這個屌樣。哎，但也沒事，最重要的是把思路整理出來，我還特地給他畫的有點像天野老師的 feel， 我就結合了這張參考，融合了我想象中的設計，整體的構圖呢還是比較偏插畫的，就是打橫了，我覺得還是素一點好，因為我的人物其實也沒有什麼向兩邊展開的東西，它能更加的 focus 中間的畫面，就是人物。那我已經有了線稿，就開始鋪色，然後給自己的設計想好顏色。我經常都是正式畫了才開始想，其實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習慣，因為你在3-4圖或者是正面的線稿設計的時候，你定下顏色，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嘗試，可以很直觀的看到到底好不好看。所以這個習慣就別學我了，好孩子們。
可以看到我自己的配色就極其的土。其實我是很想做那種異國的感覺，但是融合的不是很好，這種對比色的感覺，我自己弄起來就土土了。然後筆刷的話呢，我用的是阮家老師經常用的炭筆筆刷，是比較偏乾燥顆粒的，但是它也能卡邊緣，也能做過渡。要注意的就是這個筆刷，如果你放得很大的話，它的顆粒會顯得很大，就沒有那麼好控制，也沒有那麼好細化了。然後還有一支，其實我自己是不怎麼會用了，但是經常會聽老師在直播上提到10邊橢圓。老師的作畫視頻過程中，其實也能看到，但是老師細畫的時候放的實在是太小，根本偷學不到。我在筆刷庫也有看到好幾個同類型的，實在是沒有使用說明。所以我其實也不太會用，但是我知道，它是用來摳細節的。然後我自己也試着把畫布放得很小來畫，就是克制自己，但其實根本克制不了一點，後面就打回原形了。然後我注意到老師很多圖會有一個白色很強的側光，我這裡也是跟着做了。然後我其實是想要做那種皮膚沒有什麼血色的飛輪感的，但是做起來就感覺有一點髒髒了。因為可能膚色真的有點太灰了，這裡我就給它頭上的東西豐富起來，想到什麼加什麼，跟它加下去。這裡的布呢，我其實是想要做符上的符咒什麼，符合我設計的主題。然後後面就會給頭上的飾品上一點不一樣顏色的點綴，還有就是多結合一點點線面的元素，反正就是讓它豐富起來嘛。這裡我其實在思考要怎麼給它的臉上有一些比較顯眼的顏色，像老師用的方式就類似於頭上的花紋作為點綴，然後會在花紋上做一點特殊的質感，這樣子就整個臉上它的看點就很多。藥郎的臉上也會有一些花紋，體現它的異國感。但是呢，這個方面我想要更加貼合自己的主題，因為感覺用花紋還是太過優雅，但是我的主題好像並不是那麼的優雅，我想要詭異一點，所以我用了類似皮膚變異的這種類型，甚至會有一點青銅脫漆的感覺。哎呀，反正就是看你怎麼瞎掰，掰得越唬人越好。這裡又開始想要擴大這個思路，但是弄到來感覺有點太過多了，所以最後還是刪了。再來呢，這個方面是我覺得我比較有收穫，也是我一直比較在意的一個點，就是一些顏色的規律。雖然我還是搞不懂裡面的規律，但是大概摸索出要往哪些地方加顏色。我們以這張圖為例，可以看到臉上有很多黃色、青色的這種暖色，那我就觀察這些顏色都會出現在哪些地方，我想搞懂這個方程式，然後結合現實中我們看到一些高清的人像照片，然後作為參考。那我們再多看幾個例子，像這一張又是不一樣的邏輯，它不是透出黃色暖色，而是符合整個氛圍，也符合人物沒有血色的冷色。但我覺得如果放黃色，它也是合理好看的，因為邏輯是這個邏輯沒錯。就算是這種不是在主體內的，它也是合理好看的。然後我們再看看現實中的例子，可以看到這些在大的轉折、凹陷、陰影的地方都會泛着黃色，那就能稍微的理解它的邏輯是怎麼樣了。當然還會有一些血管、冷色什麼的，但是就要多觀察這些方面，它是能在你的畫面占到加分項了。那稍微了解了這些邏輯，我們就來實驗一下，簡單一點、不複雜的方式，就用一個有素描關係的方塊來做實驗。用上剛剛總結的東西，拐彎處、凹凸、暗部，那就能看到方塊轉折的地方，還有一些壁色，還有投影的邊緣，都是可以做一些暖色的溢出了。那我這裡就用了那套邏輯，給現在這個方塊加顏色，可以反覆觀察是否是一套邏輯。然後我們接着嘗試，這裡的方塊呢，底部我就讓它透出了藍色，就是這一張的邏輯，物體的底下透出的顏色。最後呢，我也嘗試了一下這種筆觸的感覺。阮家老師一般是用10邊橢圓和噴槍來做，我覺得噴槍會好控制一點，但是筆觸感沒那麼強。但是我控制不了，我沒辦法。反正就是豐富顏色的一種手段。最後就來看看我的畫總結吧，看看我到底吸取了多少養分。其實我比較花心思的部分呢，就是在臉部罷了。所以可以看到我用上了這個顏色邏輯還有筆觸。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的那些，但我其實沒有很完全理解顏色的這個規律，也不是很熟練，所以看着會有一點髒。但是總的來說，效果還是不錯的。對於我的挑戰學習而言啦，我覺得呢，要挑戰一個畫風或者探索一個畫風，不單單只是要模仿，
而是從中吸取養分。其實這樣才是一個良性的學習方向，因為很多剛開始比較會畫的一些人，他們很渴望一個畫風，但是會變成他看到一個喜歡的畫風，就想要把它變成自己。但這如果是沒有經過改良或是融合自己的東西的情況下，這樣其實是有一點走火入魔的，因為別人的畫風也不是憑空出現的，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摸索。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畫風，那你要付出相對的努力。像我這次的收穫，我下次想要創作，後期想到要加一些顏色時，我就能用上今天研究的這套邏輯，甚至是一些刻畫的部分也可以用上這種筆觸的方式，讓它更加的出彩。但是如果有新手在看我這个視頻的話，你就要提醒自己，我剛剛說的那些點，對，就不要被那些技法什麼的蒙蔽雙眼。就是技法終究是技法，你的基礎還是最重要的，不然你永遠都只能畫出一個色彩繽紛和充滿筆觸的一坨，你說對吧？最後，大家如果有什麼想看的挑戰，或者是有什麼問題都能留言。DC 這裡有一個畫畫愛好者俱樂部群，大家感興趣的話，可以在裡面互相學習討論。這個視頻基本就沒什麼好說的，就到這裡，希望能幫到你們啦 ，Peace。